潜水艇中号来了。跟之前介绍的小号潜艇比，尺寸大了一圈，一样是异形母体，有一些惊艳的特点。来看看细节有什么不一样。最明显的是上面的烹煮平台侧边多了2片置物架，能保温热食，协助料理晾挂杯碗等等。向上折叠便成为炉具的移动提把，这不仅方便了烹饪，还增添了实用性。关火玻璃窗上的雕花细节也令人印象深刻。这款柴炉还有双面单火窗和单面关火窗可供选择。炉膛门片是中央下掀式，不是左右开，没有用手习惯的问题。手把是平行移动锁扣结构，有机械工业风格。打开门片手把还可以支撑在地面，让门片有暂时拖住过长木材的功能。门片中央有主进气调节门，下方有接灰盘抽屉。抽屉前方也有调节进气门，供应炭床下方进气。炉膛底部波浪造型的炭床可以让柴火堆下方保留燃烧的空隙，堆柴也变得更简单。即便柴落下来，还是会有足够空隙。后方有看到一排2次燃烧孔，那代表没错，背后果然有相应的进气调节门。仔细看关火窗下方也有一排进气口，能导入冷空气，随着微倾斜的角度上升，经过整面玻璃，有效缓解玻璃熏黑情况。带入的空气还能协助充足供氧。算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5个大量进气口，能确保完全燃烧。此外，中号潜水艇还配备了4根活动长支脚，使得操作时不需要弯腰，友善桌面习惯偏高的人。烹煮区支持间接加热和直接加热，同时处理多道料理也非常方便。针对烟囱柴炉暖帐设置，中号潜水艇附带的是烟囱配件，后期应该还会出火箭炉选购配件。所有的烟囱配件都可以在炉具里面收纳。烟囱采用倒插式安装，不会流出焦油，也有控制气流阀门。温馨提醒，暖帐的话呢，就不建议安装支脚了，因为热空气上升的关系，炉体降低，对暖帐效果会更好。OK， 细节就说到这里，现在就让我们到户外帐篷点火、关火、烹煮。
就已经变蓝色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别忘记给我们的影片点赞、分享和订阅哦，不要错过更多有趣的户外内容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